川普今天跟古巴讲说，我们要友善接管，他真的会友善吗？古巴人自己至少会想清楚一点。但是古巴当然会比伊朗更加的孤立啊，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古巴自从卡斯楚不在了以后，古巴的已经没有魅力的领导人。内部问题也是一大堆，他自己不能解决，别人不能没办法帮他解决。那现在川普对他全面上的限制，不排除如果有发生传染病，都会很容易产生大饥荒。所以放心，川普不会友善接管，他一定步步紧逼，鲸吞蚕食。川普打完了伊朗，又这一次盯上了古巴。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他对古巴说的接下来要友善接管，这当中暗示的是什么意思呢？美国现在在拉美后院要炸了，我们赶快来看到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同一天，他又下定放话了。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下一个对象难道是古巴要做攻击吗？2月27号这一天，川普下令攻击伊朗的时候，也对外表示了。国务卿卢比欧正在跟古巴的领导人进行非常高层级的一个讨论。古巴政府现在他说呢，没有钱，几乎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正在跟我们谈话，也许我们会有效友善的接管古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委员怎么看？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不要相信川普那一张嘴。你看看他跟伊朗讲说，我们这次谈判有进展，我们哪一天再谈判。中间就开打了。上次马杜罗不是也这样吗？电话刚通完，哎呀，这个大家好好谈一谈了，电话挂掉没2天，马杜罗被抓起来了。而且马杜罗如果不投降被抓的话，还马上隔壁他。这是川普自己下的命令啊。所以川普今天跟古巴讲说，我们要友善接管，他真的会友善吗？古巴人自己至少会想清楚一点哦。但是古巴当然会比伊朗更加的孤立啊，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古巴自从卡斯楚不在了以后，古巴的已经没有魅力的领导人，内部问题也是一大堆。那现在古巴又被封锁，然后又没有石油，因为它唯一的石油来源，要么就来自墨西哥啊，要么就来自委内瑞拉，全部被切断了。所以对古巴来讲，现在老百姓是进入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处境，他们必须要选择放弃他们现在的政权，还是要选择接受一个亲美的政权。那对川普来讲，他是要的是一个亲美政权，他并不是美国自己要去管他，而建立一个亲美政权最好的对象是谁？就是卢比欧。卢比欧他是古巴反对派的人，逃到佛罗里达州的第二代、第二代、第3代啊，这些人在佛罗里达就一直想要恢复故土复兴古巴，但这种口号都一直要反攻古巴，一直有在这个一个理念上。那这是古巴的内部问题哈，他自己不能解决，别人不能没办法帮他解决。那现在川普对他全面上的限制，不排除如果有发生传染病，都会很容易产生大饥荒。所以放心。川普不会友善接管，他一定步步紧逼，鲸吞蚕食，所以古巴要先想清楚。好，那如果说美国要鲸吞蚕食，接下来美国会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会不会透过 CIA 来渗透进古巴呢？我们持续的看到川普他还说什么？他说呢，这个古巴委婉的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他们想要我们的帮助。但是话是这么说，我们看到前2天这个美国跟古巴之间又是充满火药味的。来看到这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2月25号这一天，古巴的海岸警卫队在外海跟一艘佛州注册的快艇交火。古巴的官员说呢，当时船上载有流亡美国的古巴人，他们想要潜入登陆古巴，还带着非常多的武器，包括1.3万发的子弹、13支的步枪、11把手枪，双方就这样子对峙，结果造成了4死6伤。大家在看说，这个会不会是1961年当时的朱罗湾事件的翻版？这群人是自发，还是 CIA 故意在这边策划，想要让古巴发起颜色革命？那舰长又怎么看？之前这个朱罗湾事件的话，其实当时美国所培养的这些人其实是成千上万的那他竟然还可以组成一个旅啊。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应该不是朱罗湾事件的
翻版，比较像是颜色革命。是。那这个颜色革命呢，它必须要有内部的动力。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古巴哈瓦那本身啊，它连垃圾都没办法收了。那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国家像刚刚我们的郑源老师说的这么穷，然后再加上呢，它的批所不断的贬值，那它也没有可以支持这个国家的任何的能力啊。但是呢，他们现在就是一股气，那哪一股气呢？也就是他们的总统迪亚士卡内尔他讲的，说要保卫祖国，流血。留至最后一滴血，可是讲这个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对于一般平民老百姓来讲，那他要怎么样去跟你流血嘞？你是有权利的，我又没有权利。那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啊，说现在他的原来他的这个支持的这一个无论是墨西哥或者是这些南美的国家，通通都已经在这个川普的压力或者是眼神之下，大家都好自爱了啊。那所以我们讲说，未来可能用什么样的手段，最可能的就是颜色革命，让他内部的人推翻现在的政府，然后选出亲美的政府。好，所以现在看起来，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古巴之外，那南美洲国家现在大家也在看说，还有哪一个国家可能也是下一个川普要持续接管的国家？等一下，请杨老师来持续带我们看。那我们先来看几个现在被列出来，可能川普有兴趣接管的国家。先看到第一个，墨西哥。川普已经多次的指控墨西哥是毒品的生产转运中心，他也警告我们迟早要对墨西哥开始做点什么吧。第二个就是我们谈了很久的巴拿马，川普也说了，这个美国已经重新拿回这边运河的控制权。最后一个是哥伦比亚，因为川普他先前就痛批这个总统啊。当地的总统说呢，哥伦比亚病得很重，由一个病态的人统治，他喜欢制造可卡因，并卖给美国，他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几个国家哪一个会是川普接下来的目标？那杨老师又怎么看？川普接下来的目标应该是他自己啊，要救他自己的政治的这个生命啊，尤其是在年底的启动选举，基本上从关税到银魔案到 ICE 对川普跟对MAGA而言，其实他现在的不支持率已经高达到60%以上。这一次对伊朗的动手，我觉得目前的情绪是复杂的。因为伊朗在美国的政治的就是论述当中啊，其实一直都是美国的最主要挑战者，而且是邪恶国家，而且要发展核子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可是呢，当你在伊朗的问题越加的深入，尤其是在攻打了伊朗，然后造成哈梅尼的死亡之后，媒体越来越多的讯息会出来，所以会绝对的完全是支持伊朗川普这一边，然后使川普重新得到更高的支持度，这也不一定。那同时也取决于接下来后续的战争的发展。他是不是在接下来这个时间能够去针对别的国家，墨西哥、巴拿马、哥伦比亚？就我觉得他现在接下来能够把委内瑞拉给处理好，应该就不容易了吧？那还有古巴，但这两个国家跟之前跟这个就是伊朗不一样，伊朗是个筛子。他已经完全的渗透自己内部的两个对立也非常的严重，世俗派跟神权政府。那委内瑞拉也某种程度也是如此。可是马杜罗既然已经被绑架走了，那委内瑞拉现在面临到的是，到底要面对川普要这个跪得多深？目前基本上已经头低下来，可是没有跪下去。所以川普会不会要委内瑞拉真的跪下来？但不会真的。这个发动军事的这个，就是说占领啊，或者是地面上的攻击，会不会一波新的绑架行动啊？针对古巴，如果川普能够选择，他一定会想选择古巴，因为就再一次的解决掉几十年来美国最大的就是区域内的挑战者，那就是最不听话的古巴。如果他能够解决掉古巴，让古巴形成一个亲美政府的话，那这个大概是几十年来，美国也就200年历史嘛。几十年来的这个最伟大的外交成就的总统，他已经解决掉伊朗，进入了古巴，但是古巴那么容易的啃下去吗？
2026年其实才刚开始没多久，1月份已经爆发了很多场的地缘政治上面的冲突。我们在节目上已经多次的提到，我再为观众朋友稍微整理一下，今年1月到底发生了哪一些事情。首先，1月3号，美国总统川普就已经针对委内瑞拉首都发动了这个绝对决心的行动，逮捕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这是第一件事情。再来就是伊朗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战火持续的扩张当中。那第3件事情就是川普在1月中说的，他说要接管格陵兰，后来还好是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斡旋协调之下，危机稍微好像暂时落幕哦。那么最后一个就是1月29号的时候，川普针对古巴签署的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对所有提供给古巴任何石油的国家都会课予全新的一个关税制裁。2026年的地缘政治危机的热点可能会落在哪里？厉将军怎么看？2026年地缘政治的危机，我认为会落在3海。上海。三海，东海、台海还有南海。是。这个第一个，我们看东海，那现在不正是正在发生当中吗？这个中日两国由于高市早苗发表了那篇言论之后，就是台湾有事，就是这个日本有事啊。到现在为止，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松懈啊，包括在东海地区，从北边从渤海开始，黄海。那一直在东海都不断的加强演习，尤其是说让我们觉得说中国会加强东海会让我觉得中国会加强东海是它新建的2艘055大驱舰，就以前是没有，现在摆在东部战区，证明他对东海后续的重视。那台海当然不在话下了哈。这个台海当然很多的传言说，2027年是不是习近平要这个对台湾动手啊？美国来讲很多次的兵推也是这样子的看法，尤其是说，我认为两岸之间这个目前没有看到和缓，或者是在政治上面没有走向和缓的局势，所以我觉得台海也是这个也是未来2026年可能地缘战略上面来讲可能会爆发的一个热点。那再来就是南海。南海一直都是这样，尤其是菲律宾小马可仕总统，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任期。那在这段时间，他不断的愿意担任美国的马前卒，不断的在黄岩岛这些岛礁方面、领海方面挑衅中国大陆。那大家要知道，就是南海这边也都是这个，不管是全世界航运的一个要冲，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要进入到中东地区去。我们上次看到嘛，包括这次林肯号。它不就是从这个菲律宾的输入海进入到南海，然后再走到马六甲海峡才到印度洋那边去。那要不然它就是走巴士海峡。那另外这个还有很多，包括中国本身的航运的生命线、邮轮的运输这个还有商业货轮的运输，也都经过南海地区。所以说，中美两国一直在南海这边，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可能中国是不会放松，因为它基于这个南海是一直强调南海是它的领海，然后美国来讲也认为这个南海地区是未来这个世界航运的一个要冲地区，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南海也必然是世界地缘战略可能会爆发的热点之一。好，所以我们看到2026年最危险的3个热点，其实都牵涉到中美之间的一个博弈。那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说，包括呢这一次我们看到从1月份开始的各种的地缘政治战争，好像都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好朋友。刚刚念到几个嘛，委内瑞拉、伊朗跟古巴，接下来是否川普还会针对其他也是中俄的好朋友来下手呢？有可能是哪一些国家？舰长又怎么看？刚刚大家已经听到主持人说了，我们今年2026的1月开的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年你看得出全世界都在那里一团混乱。可是我倒不这样看，你要知道1月是蛇年之尾，2月才是我们的马年的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中国人，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运气，蛇实在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动物。马还不错的，我们希望这一马当先。我希望从2月开始，整个世界局势能够有一个转变，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气象。这是我先说的这个。第二个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现在在很多地方惹事，但是他慢慢把他的重心放在拉美。前一阵子美国国务院才出了一个说，这是我们的半球，他的意思就是说，
拉美这里的西半球是我们美国的。那我们这里的呢，好比说格陵兰、加拿大，一直到底下这个中南美、南美，全是我日本的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不要这样子进来。这是他真的一个想法。所以你看到他在这些动手的里面，委内瑞拉他动手了。那你说他将来会不会去对伊朗动手？我觉得那是一个抬高的绅士的在吓阻他，他不会把他的这个叫做军事，在目前他很繁忙的时候，他融出去。他现在在委内瑞拉，他又要想要对古巴，又想要对墨西哥，又想要在格陵兰，都在他的这个半球。他不太有能力在别的地方惹，但是他不希望伊朗这个事情扩大，所以他不会去打伊朗，因为他不想扩大，他只是在威吓他。那伊朗敢不敢打美国？也不敢打。伊朗就是说你不要打我，你打我我就打你，所以最后这个地方会和平。那至于说北韩他绝不会打，因为北韩跟他那半球有什么关系？而且北韩有这个叫做核弹，你打我，北韩这种就是这种极权主义，他也丢你一个炸弹，他只要丢你一颗，丢到你纽约，丢到你华盛顿，你美国就基本上就是完蛋了。所以他也不会打他这里，这是我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判断，就是，那他会不会去对我们好比说中俄的盟友动手呢？第一，军事不太可能，除非在那个叫做拉美，军事不太可能，那个大麻烦。但是经济，或是什么关税，他现在随时就这个私密扣你罚你关税多少，罚你关税多少，他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他认为那个东西很有效。那他会这种方面他会去，是军事方面的，只要离开拉美，他动手的机会不大。好，所以2026可以看到，川普在经济战的方面可能会加强。那还有哪一些2026的是川普的全球战略的规划？干哥又怎么看？那就先讲我们台湾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啊，卢特尼克讲了啊，商务部长他说，台湾你2500亿投资美元是头期款。然后后面那个2500亿的工商投资也是头期款。那我们到底要投资5000亿美元？通通都头期款。后面要不要再加5000亿？没人知道。你等着川普他反正他初一15不一样，你就等着看他心情好不好。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我现在要讲最感慨的，昨天刚刚达成格陵兰的框架协议，就是说除了主权之外我们什么都可以谈。也就是说，你想把我买走，这个现在不太能够谈但通通其他都可以谈。我们可以谈合作你的飞机要飞上来，你要弄跑道或者是你要挖这个稀土都可以谈也就是说，美国势力要完全进驻格陵兰的话，他都可以谈。因为川普他讲的什么？他讲的是 Iron Dome， 就是金穹系统。我跟你讲，如果你格陵兰没有我美国的金穹系统那你以后就会不会被俄罗斯吃掉，就是被中国吃掉。被中国吃掉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建一个金穹连俄罗斯跟中国就进不来，这样我才能够保障北约的安全。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丹麦，你不要再这样子拖三阻四，你不卖给我的话，你要跟我加强合作我们现在，我今天有时候常常在想说，格陵兰好可怜它身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也就是丹麦完全不敢吭一声，你知道吗？他上个礼拜这个8国联军，8个国家一起联合上去格陵兰干嘛？去格陵兰警戒。你知道出最多兵的是哪一个国家？法国。出几个人？你知道？15个人。出了15个人，你会觉得说，你看这些盟邦通都这真的很不够意思，都这不。然后这是最多的，法国是最多的第二多的是谁？德国出了13个人。英国是根本不敢得罪美国，英国只派了一个联络官去，瑞典还派3个军官去，总共37个人，坐不满一部大巴士。都上了格陵兰岛，代表我们都支持你丹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欧洲这些国家是孬种，而且他们完全不敢得罪美国。可是除了格陵兰，我觉得也许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但到了最后，格陵兰会不会真的成为美国的一省？
我觉得是迟早。美国会不会再度走到当年的古巴飞弹危机的边缘？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注。现在看起来或许有这样子的一个迹象，因为川普在1月29号这一天是最新宣布呢，下达了签署行政命令，进入紧急状态，接下来将会对任何对古巴出售或提供石油的国家就会课予新的关税。川普有给予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有几个理由。他认为说啊，古巴境内设有俄罗斯最大的海外信号情报设施，这样子的一个设施会窃取美国最敏感的所有的国安资讯。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说，古巴有在为真主党、哈马斯等等的恐怖组织提供庇护。还有一个说法是因为他说呢，古巴散播共产意识、迫害政治异议人士，会对美国构成异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美方要针对古巴立刻做出回应。还有呢，所以我们节目要一开始特别请杨老师来看，为什么选在这个时机要突然间对古巴下重手，会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吗？古巴老师怎么看？卡斯楚革命之后，从1959年执政到现在他过去之后，他的弟弟这个劳尔卡斯楚也接任，然后也在2021年下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基本上美国都是在经济封锁古巴，把古巴视为整个拉美地区最大的反美集团。那即使是奥巴马的时期，曾经恢复跟古巴的互动，有派驻古巴的美国大使馆以及大使，但川普一上来的时候马上撤销。所以美国跟古巴的关系一直都是很紧张。那在这一次的委内瑞拉事件当中，各位还记得吗？那个马杜罗被绑架，可是马杜罗最亲信的他的安全卫队32个人都是古巴人，都被打死。反而委内瑞拉人都叛逃，所以川普就了解，古巴其实才是真正他要做整个美洲地盘巩固跟清洗真正的最大的那个问题。这从美国的角度而言，当然这一切都违反国际法这一切都违反现在的国际秩序。这当然就是美国自己所谓的为他的国家安全，为他的这个造成美国重大安全威胁。那过去从1959年到现在，为什么都不动手？但现在呢，他就是要巩固这个地盘，因为他知道委内瑞拉大概每年有1/3委内瑞拉出口的油其实是前往就是古巴，古巴有相当高的比例，也有3%到4%的油是来自于委内瑞拉。他现在把委内瑞拉给这个油给断了之后呢，他就要透过同样的方式来封锁古巴。那古巴人口有1100万人，大概台湾的一半。那部队呢，大概有5万名现役的部队，可是有110万备役的部队。所以你跟这个伊朗一样，你要军事占领、登陆、攻击，就是古巴那同样的情况，这很不容易，那会造成美军的这种损伤。所以他现在采取的就是用包围的方式，然后断掉古巴的进口的这个油，因为古巴自己不太产油。各位了解到，在整个古巴这个岛上面，最北端有一个叫关塔纳摩，那是一直以来从1959年到现在美国租借的一个军事基地。后来在911事件之后，反恐战争当中，很多的恐怖分子还被关在那边被刑求。有一些被刑求的美国的军官，后来还被美国的法院判刑。所以我觉得从川普的这个想法当中他就要去解决，就是他最讨厌从整个共和党，特别美国的南方有大量的古巴的这些移民，他们也都反卡斯楚的政权。从这个角度，他觉得既然我都动手在包围封锁了委内瑞拉，接下来我就要针对古巴。那会不会真的产生怎么样的效应？古巴会怎么回应？那这个些过去从没有经历过。不过那都让我们世人想到，似乎好像为另外亚洲某个地方做军事准备，在做示范呐。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先是针对于委内瑞拉，老师帮我们提到，然后第二个，接下来川普的目标其实就是古巴了。那这次用的手段就是用石油禁令，要把古巴的经济给拖垮。有没有办法拖得垮？古巴真的撑得住吗？等一下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因为呢，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这一次川普用的手段其实有点类似他先前针对伊朗的手段。
包括了说，在去年12月开始，伊朗因为美国的制裁之下，不是爆发了经济危机吗？那当时这个全国就发生了这个政治的抗争，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接下来就是通膨失控，然后全国的抗争，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的主导，还有包括在石油上面的禁运，所以现在有说，是不是同一个剧本根本就是完全的神父知道了古巴的身上呢？因为现在最新的资料也显示，古巴手上石油库存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只剩下15到20天可以继续撑下去。如果说接下来这个继续缺油的话，那么燃料发电的用油会全面告急，全国也会天天都停电，短期内可能就会引发经济的崩溃。古巴撑得住吗？厉将军怎么看？有一句话叫"死猪不怕滚水烫"这个古巴这个国家已经被制裁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从这个飞弹危机之后，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它都长期受美国的制裁。那另外，我们如果说比较其他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包括到北韩，包括到伊朗，我们现在也没看到这些国家有屈服。那川普一直想要用经济的手段达到他政治的目的。其实一个国家除了说是政治经济之外，还有军事，还有民众的心理不要忽略了民众心理的感受。我觉得古巴这个长期以来，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信奉的是这个共产主义。那这已经长期以来是如此。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他们有他们的中心信仰，是不是这么能够这个就因为经济上面，因为一个石油的禁运，它不是石油禁运，是川普是对你卖油给古巴的这个国家来实施关税，而不是对古巴来实施禁运。所以会不会因为这个石油它就达不到油？或许它的油会变贵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不太容易屈服到古巴，因为它的民众经济生活水准已经不是很好。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它本来就是属于这个开发中的国家，本来就不是已开发国家。那如果说是一些或许的波动，可能不会动摇他们的心智第二个，我们看如果说古巴这一次别的国家卖油给古巴，川普要对他课征关税，可是我们随便举一个国家来讲好了。伊朗有没有可能卖油给古巴？我们不敢说一定没有。现在有很多影子舰队伊朗来讲，美国你怎么在对伊朗实施这个石油禁运？那第二个来讲，很多石油方面，它这个会不会有透过第三国转运给古巴？比如说是这个沙特来讲，它虽然产油，它可能透过第三个国家。那第二个，我们讲说俄罗斯会不会可以被卖油给古巴？这也是可以存疑的，因为俄罗斯现在本来就是美国不准它。本来美国就已经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那如果俄罗斯要卖油给古巴，那你想想看，美国怎么对俄罗斯来实施加征关税的制裁呢？像伊朗这几个国家都是如此。或许跟美国友好的这些邦交国譬如说是沙特啦，或者阿联酋啦，或者是印尼这些国家像委内瑞拉现在或许在美国的淫威之下已经被制服，他们可能没办法卖油给古巴。但是就像我讲的。这个其他的产油国家他们本来就美国你就管不了它了嘛。第二个会不会透过第三个国家将这石油转运给古巴？可能性也是有啦，不能说没有。可是我认为说，如果说川普想要复制委内瑞拉的模式来对付古巴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就让古巴能够屈服的。好，所以如果说美国方面是用经济上面制裁古巴，现在看起来恐怕难以撼动古巴。那如果我们用军事面来做讨论呢，有没有可能可以影响得到古巴？能不能打击古巴？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古巴它的军力到底如何。其实它的军力现在不到10万人。那空军的部分，他们的战机是最老旧的米格29，海军主力还是前苏联时代的这个波克级的护卫舰，再加上3艘这种比较老旧的潜舰。再来就是说，接下来俄罗斯到底会不会介入？那最新消息是在去年的10月，其实呢，俄罗斯已经批准跟古巴签署新的一个军事上面的合作。那么，俄国的军事专家也建议说，其实可以在古巴来部署这些可以攻击美国全境的，包括了伊斯坎德尔，还有真果树极音速飞弹，会不会造成古巴危机？这是第一个问题要请教志将军。再来就是说，美军要拿下古巴到底有多容易？我认为那个俄罗斯想要部署这个伊斯坎德尔或者是真果树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我认为那个古巴也好，俄罗斯也好，都会再三考量。因为有3个因素这个古巴的地缘战略
对古巴来说是不利的。第一个，距离美国太近，古巴距离美国的佛罗里达半岛只有150公里，那它的首都哈瓦那距离佛罗里达半岛才175公里，太近了，美国根本不要什么空中加油机，直接飞过去就帮你解决了。第二个，这个兵力这个相差太悬殊，它兵力不到10万，常备军人不到10万，装备都落后，武器装备，你怎么样去跟美国较量？美国这个轻而易举，顺水推舟就把你给弄掉了。所以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你部署那个真果树跟伊斯坎德尔的这种地对地的导弹，我认为用处不大，只是刺激美国。我认为这个是效果不大。第三个，历史对抗的包袱啊，让古巴越来越弱。那经济制裁一直在经济制裁，军事制裁一直在军事制裁，没有停止。但是美国为什么不动手？我认为美国考虑到3个不能动手。第一个，把推翻古巴的这领导精神很容易啊，但是要去治理好困难哦。因为它共产主义，它的制度完全不一样你这样你怎么去治理？你换一个人又是那个样子，你怎么去治理？它的政治文化，古巴的政治文化跟美国截然不同，你怎么去治理？它不一样啊！你换了人，结果是个烫手的山芋，那你怎么解决？第二个，美国没办法解决的是说，古巴1100万，它只要100万难民，那就到美国去那么近，船就过去了。美国100万难民融进来，你怎么办？你怎么安置啊？100多万难民，我们讲1成就好。古巴人口1100万嘛，你110万难民，你怎么去接纳？是哇，好困难好麻烦呢。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美国会这么想。我一捅马蜂窝，我难民我怎么照顾啊？他要求美国帮忙。就是这个。第三个，南美洲会有反美的浪潮出现。你把古巴给推翻了，那其他的国家整个南美洲这个南方市场通通出来了。你怎么可以把它推翻呢？你违反这个国际法、联合国公约，你都违反了，你怎么可以推翻它呢？你用内部推翻，不要去干涉它内政嘛，你就可以把它从外部推翻。其他南美洲的国家整个起来站在古巴这一方，那美国就要面对很大的压力，也在这个地方，而且是在自家后院，远的话在亚洲、在非洲、在欧洲就算了，就在你旁边呢，会有这个状况。我认为这3大的这种压力、这种状况，美国会考量再三，可能对古巴这一方面会有施压，但是动手。他还要多商来筹作。这个古巴危机2.0有没有可能再次的上演呢？我们接下来关心的是，大家还记得吗？前几天我们才说，俄罗斯已经正式的宣布他要退出中程核飞弹条约。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多久，最新消息又引爆的就是俄军他现在计划要在美国的家门口来部署他的真果树中程核导弹。那2个地方他选的地点包括了古巴跟委内瑞拉，是否上演古巴飞弹危机2.0？真果树的小档案，现在观众朋友来看到画面哦，最大射程现在落在3000到5500公里，最大的速度10马赫。重点是它可以携带核弹头，而且是多枚的，号称几乎是没有办法被防空拦截的。那现在预估从古巴的首都，也就是它的哈瓦那这边，如果做发射到美国本土的话，是几乎让美国几乎没有什么预警时间的白宫可能都会在枪口之下。欧洲国家现在呢，针对这个俄乌战争，其实也开始有一些松口了。尤其我们要看到的是，捷克总统最新喊话，他说让俄罗斯暂时占领乌克兰的部分领土，是为了避免让乌克兰亡国。你看，现在欧洲国家也开始说这样的话了。那普丁现在当然他也没有打算要收手，就在此刻呢，最新情资了解，俄军年底前接下来会组建达到10个新师，其中2个师已经组建完成了。那分明就是要加大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攻势。所以接下来俄罗斯有没有可能真的在古巴、委内瑞拉来建部署真果树导弹？我们请来宾帮我们举圈跟叉，1、2、3。好，只有赖老师举圈，等一下我们来看原因。那委员怎么看？目前虽然美俄之间没有中程弹道导弹合约，但是美国并没有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所以俄罗斯也不至于因此在美国旁边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如果有核弹的话，目前美军在欧洲都是属于空投型的 B61核弹。这个东西如果用中程弹道导弹来投战术或者战略导弹的话，速度非常快。那空投型的，它基本上不在中程弹道导弹合约的规范范围里面，所以我认为俄罗斯没有必要去比美国先行一步去部署中程弹道导弹。那赖老师呢？我觉得现在俄罗斯是不会做，但是未来
不一定啊，未来要做的可能性是存在。那会不会再发生古巴危机？不会，因为在发生古巴危机的时候是甘乃迪总统时代，那个时候俄罗斯的核能力比美国弱很多，所以如果美俄之间爆发核战，俄国一定是倒霉遭殃的。但是现在俄罗斯的核能力跟美国是并驾齐驱，所以如果美国要再制造一次的这个古巴危机来逼退俄罗斯，俄罗斯不一定会退。但是为什么我说现在不会，未来不一定啊？有可能会，主要是因为美国已经成功的试射了它的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就是目前估计啊，美国公布的是3800公里左右，俄罗斯认为远高于3800公里，应该是到4800到5500左右。那如果说美国把这个导弹在未来部署到这个欧洲去的话，因为俄国他们在昨天的新闻里面，他们认为美国很有可能会协助德国或者是英国在欧洲部署这个导弹。那他们现在已经在澳大利亚部署了，也就是说，他们利用这次的太平洋的军演在澳大利亚部署，未来可能会在这个菲律宾提风系统里面安置进去，以及在琉球群岛，但是他们并不排除美国不会在北海道部署。如果美国一旦在北海道部署，或者是在琉球群岛部署，或者是在欧洲部署，那俄国他们就也一定会到古巴或委内瑞拉。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军事专家认为，如果美国一旦把这个中岛部署到欧洲跟靠这个俄罗斯的日本的话，那俄国也应该要做同样的部署，所以我才会说，美国一旦启动，俄国也会启动。主要看美国。那夏伟哥呢？其实我个人认为不会，因为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的观点跟委员很接近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俄罗斯他主动率先部署了这个真果树到委内瑞拉或者古巴的话，其实你看从美国他们现在来讲，美国并没有相对应的这样一个部署的作为。那如果今天你做了，反而会给美国一个口实那让美国第一有可能升高在美国这个美国旁边的这样一个对古巴的一系列更强硬的这个制裁措施，或是甚至于具备这样一个敌意的这样一个行动，它都有可能会这样做的。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它现在部署这样一个真果树飞弹，对他来说其实百害无一利。而且真果树这个飞弹俄罗斯展示过它的这个实力在俄乌冲突里面虽然说真果树这个飞弹它本身是一个中程的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但是它为了就是说要让这个东西让西方知道真果树这个飞弹它本身的这个性能，它做了一次那个展示，也就是我忘了是哪一口，那个时候大家应该有看到一个画面，就看到一个画面，突然看到好多个亮点从天空中突然一下直接就砸到地面上，而且地面上就爆发了很多小规模的这样的爆炸。那真果树飞弹，因为它原先是由这个俄罗斯所生产一款洲际弹道飞弹，也就白杨亚尔斯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它做的一个短程版，也就是说像亚尔斯这样一个机动的洲际弹道飞弹，它原本是要把它的这个弹头发射到那个至少上万公里左右，能够直接击中美国本土。那但是呢，它就把它改装为这样一个中程飞弹呢，让它变成用那个飞弹的高度，然后就加乘上它的速度，来换得对地面这样的奇袭的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它的射程没有像亚尔斯那么长了但是呢，它的这个那个原本弹能够达到的高度，第一让你更难拦截到，第二它因为高度的关系，所以它冲下来重返大气冲下来，它的动能就更大，动能更大也就代表它速度越快。一般我们讲这种重返地面的这种载具通常大概速度是在音速的8倍左右，但是那个真果树为了要提高它的速度，它的速度达到音速的这样11倍。那我们现在目前这种地面上所有要来拦截这种地对地的弹道飞弹的这些拦截器，不管是美国的这个现有的包含I3或是更高的那个萨德等等这些系统，它所能够应对的这个速度通常大概也是最大概到8马赫左右。因为什么？因为你像你打上去的这个I3或打上去的这些那个拦截器，它本身有一个速度，像比如以I3拦截这个飞弹来说的话，它本身是4倍音速，然后拦截大概通常8倍音速的这样一个弹头，4加8多少？相对速度12倍音速。好，如果今天你这个速度还能够比原来8倍更高，变成15倍音速，那相对来说，你除非你要把你整个这个I3或是那个萨德系统的这个拦截模式重新改写，否则差这音速3倍会造成它拦截上非常大的困难。那所以就是说，那今天
俄罗斯啊，他展示过哈这个真果树的这个飞弹，其实他那次对乌克兰发射，并不是说真的要告诉大家说我对乌克兰有多么大的深仇大恨，要用到这样一个中程弹道飞弹，而是要让西方你们知道，我今天这个真果树这个飞弹不是只存在在我的武器库中，我如果要用的时候，我真的会拿出来，而且我真的拿出来的时候，你们拦不住。这个就是我俄罗斯借由这一次在那个俄乌冲突中发射真果树飞弹，要告诉你们西方的。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你美国如果为了要做任何跟我对抗的这个事情，把这个你们的这个中程弹道飞弹部署在这个欧洲、部署在北约或甚至于日本等等，那对不起，我就会采取相对应的这样一个作为。这其实是一个从俄罗斯角度来这样一个事前防范这样的作为啦。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原因也是因为来自于就是俄乌冲突那到现在那俄罗斯迟迟没有办法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决断性的这样的胜利所造成的这样的结果。那你看，像现在俄罗斯他也认真起来了，他准备要这个组建那个10个新的这个师英文叫 division。其实说真的，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师老武功两边伤亡都非常惨重那个美国说这个俄罗斯有接近近100万人的这样伤亡我相信是可信的。那这个时候要有更多的人去投入战斗，对于俄罗斯来讲，人多才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但其实这个的变化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结果，是不是俄罗斯或乌克兰双方所能承受的，其实还真是有很大的问题。好，谢谢孝伟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事件